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我的近视眼，套用一下现代网络用语，成功上岸，由375、250降成150、100的经历，讲述如何在短短5天内，每天1个小时的调理过程和结果，以及使用的方法和原理，也会详细解说我6月份视频南老师的论述。学会这个方法，眼睛的近视就会减轻。你说的用其光复归其明，具体该怎么做？关于近视，关于用眼，我做过2期视频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右上方的链接回看。它们分别是南老师所说的防近视的4个要点和南老师的用其光复归其明的解说。在南老师用其光复归其明的解说中，他老人家讲述，在看外界物体的时候，不是把眼神投射出去，要把眼神收回来，收回到自己身体内部来。因此，这个用其光复归其明的方法非常重要。眼神不往外耗上，而是把眼神收回来，濡养自己，把外界物象收回来，投射在自己的视网膜上。这也就是我在2周前的 Zoom Meeting 路径导引讲站姿时，引导大家两眼平视，慢慢把眼神从往外看收回来，两眼微微眯起来，把外界的物象收摄回来，投到自己的视网膜上。这个就是南老师的用其光复归其明的把眼神收回来的方法。因此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太极启示导引的第2部分，查看相关段落跟着做。这个方法目前有个很有意思的反馈，我做南老师学会这个方法，眼睛的近视就会减轻的视频，6月初就已经上传 YouTube 了。国内的小红书账号开得比较迟，前一段我把这个视频放到小红书上。2周左右前，有一个朋友在小红书上留言，不太很明白怎么叫做把眼神收回来，用其光复归其明。我跟他交流完后，他开始尝试眼神收回来的方法和视频最后南老师介绍的按摩方法。2天后，他在评论区里说，我就试了2天，我觉得比我原来的方法1个月还有效果，眼睛变清晰，可以持续的时间更久了，所以他准备继续做1个月的尝试，再给我反馈。南老师说，他曾经也近视过，用这样的方法把自己的度数降下来。他老人家实践过，现在我们又有网友朋友来做这样的尝试，以后后续会给大家做进一步的反馈。接下来讲讲我自己的亲身经历。大概在30多年前，当我还在大陆的时候，有一年暑假返乡的时候，听说我姑丈给一个准备高考的孩子调理近视眼，收到很好的效果。听到这个消息，距离我要离开家乡回到省城工作只剩下5天的时间。我请教他可不可以给我试一试，他说可以，所以我就每天去他家1个小时。他用气功的方法把我眼睛的病气给抓走，然后再给我补他自己的正气。在调理的1个小时过程中，他还叫我自己配合观想，因为近视眼的结果就是眼轴变长，眼球曲度增加了，眼球是往外凸，他的眼轴是变长。所以我的姑丈学习了近视眼医学上解剖结构，叫我把意念放在眼睛上，然后臆想着眼睛有一股力量由外往里推，把凸出来的眼球往里推，让眼轴恢复正常。眼轴长度恢复正常的意思就是眼球上下左右是完全相等的距离，也就是说我们的眼球回到正常的圆球形，由近视眼往前凸这样的椭圆球形。
回到正常的圆球形。所以每天1个小时，5天期间他还有一个交代，就是尽量少看，最好不看电视，不要再带回原来的眼镜，再带回眼镜又把调好的眼轴调回去。所以我就配合了他，没有戴眼镜，因为刚好是暑假，就在家里，也就这5天没有看电视。5天过后，我一回到工作的省城，马上去我常去检查眼睛的那家眼镜店，记得是富明眼镜店。当时的店员就问我原来戴多少度数的眼镜，通常都是这样的问话和过程，先把你过去的眼镜拿出来，他们去检查一下原来戴多少度数，再检查现在眼睛多少度数。我跟他说，你先不用问原来度数，就直接给我查看现在多少。所以在他们做完检查后，得到了我现在的裸眼度数，把我原来的眼镜给他们看，他们查对一下，从左眼375降成150，右边是250，降成100了。因为经常看显微镜，左眼度数比较高，所以短短的5天取得这样明显的效果，这个如果不是我自己亲身经历，我是很难想象人体生命跟身体的器官竟然有这样的修复能力。所以我当场就在那边重新配过眼镜，就配了隐形眼镜，旧的眼镜不用了。因此在搞清楚近视眼的基本原理跟调理的方法后，即使我们没有练气功，没有人给你补正气，但是我们自己可以用观想的方法，意念把眼轴往里收，想象着一股力量把眼球往里推，让眼轴长度回退，使整个眼球恢复成正常的圆球形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。刚好前几天看到北大医学博士眼科医生陶勇的小红书视频，也是说临床上看到有人戴 OK 镜后眼轴回退的现象。他说2022年一个权威眼科杂志上也有报道，他说眼轴回退是可以发生的，可以逆转的。后来也是因为这个经历，让我不由得惊叹于人体科学的神秘和奇迹。刚好因缘巧合，那一年的暑假过后，回到工作的地方，得知我一个同事练气功，正好也有人到学校教气功，他就带我去学了气功。所以那以后我自己也通过在放松的状态下，把眼睛放松，以保持原来所取得的效果。当时我还没有开始看南老师的书，对用气光复归其名还不了解，但是我认真做眼保健操。工作繁忙，看显微镜比较多，攻坚的时候我就做眼保健操。眼保健操的那4个动作其实是非常好的，认真地做，每天坚持至少1到2次，然后配合着静坐或者站桩，观想把这个眼球往里推，眼轴恢复正常，这一定会有效果的，也会保持好。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我的姑丈，不仅治疗的我的身，也治疗和扩展了我的心，让我以身体验了生命科学的神奇和力量，避免了可能走入的误区。其实在治疗近视眼之前，已经有认识的朋友学气功，但是觉得神神叨叨的，没有相应上去学习。近视眼调理后开始学气功了，姑丈特别指导我不要走入迷信，要以做科学实验的实证精神去修，去体会和提高自己，给我指明了非常重要的方法和方向。所以后来修行中出现什么境界，一概不予理会，不喜不恼，顺其自然，知道就好，不执着于境界。这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我近视眼度数降低的经历和方法，以及南老师论述的用其光复归其名的具体方法。下次我会分析眼保健操的4个动作，我们学习回顾一下它是怎么起作用的。
在我跟陆星宇老师学习经络以后，我就对眼保健操的功效特别理解和感兴趣，特别理解它为什么会有功效。下次也会介绍小红书上一个博主调理乳腺结节，意外把眼睛度数降低的实例分享和分析给大家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愿意跟我一起学习中医外治手法，呵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，请点赞、转发、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的新视频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